陛下，正因为慧渊师太双脚不方便，就只有他是杀害前面2位大人的唯一一个人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有一个证据，二宝。这个道具在前2个案子里面也出现过，它就像鬼魅一般，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在该出现的地方却凭空消失。那这个道具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别卖关子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这个道具就是陶罐。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罐子的碎片。眼闻师太说过。哎，这个罐子怎么会在这里？眼闻师太，你说什么？这个罐子是我们后院的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呀？眼闻师太，没错吧？是的，我们后院堆着不少这种陶罐。你确定房间里面不会出现这种罐子？是的，因为由我负责给各位施主整理房间，所有房间我都亲自检查过。那这么说来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在布置凶案现场的时候，把陶罐带进来的。凶手把赵大人迷昏后，去后院拿罐子，拿完陶罐就去冰窖取冰，将冰放在陶罐里面，然后再带到这个房间来。可是一个人拿着陶罐到处走，一定会引起怀疑的，这样不奇怪吗？没错，正常人确实不能如此，但是有一个人可以非常自然地把陶罐带进来，也非常自然地把陶罐拿出去。梦瑶，多闻天杀人时，凶手是怎么设计不在场证据的？他把水洒在地上，然后再印上脚印。可我们找不到装水的容器呀。对啊，我之前说过，凶手在杀人之后堂而皇之地把陶罐带出去，这个跟之前案子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能做到这点的，就只有你，慧渊师太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师太，她连走路都那么不方便，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儿啊？正是因为慧渊师太的腿脚不方便，携带一个陶罐不容易被人发现，才有了这种可能。二宝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二宝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一般双腿正常的人要带这么一个陶罐，不被人发现基本上是没可能的。但如果是一个双腿不方便的人呢？少爷，我快忍不住了。你先过来。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这样走路的话，肯定会有人跑过去问他：“你的腿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当你靠近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他是在耍一个把戏。他穿着这么宽松的袍子，其实就是在掩盖把戏的真相。少爷，我腿都麻了，麻烦您快点。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下吧。一般人要像二宝这样夹住陶罐走几步路都有困难，所以这事一定要长时间训练。在这里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，他就是慧渊师太。可是，师太为何要杀那4位大臣？他和他们无冤无仇啊！真的是无冤无仇吗？这凶手无论如何都要用4大天王的传说去杀人，连被抓的周道也不放过，还有杀害了无辜的老婆婆，还伤了李婉清。难道慧渊师太与20年前发生的妃子失踪一案有关系？为了报仇，所以杀死了赵双全等4人。可是，师太是贞观2年才来的本寺，离妃子失踪案
已经都过了1年多了，这在庙志上是有记载的。师太怎么会和妃子有关系呢？如果无关的话，他怎么会杀害知道真相的疯婆子呢？胡说！师太平时对老婆婆最好，这不可能的。你说师太杀人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师太的身上。当时我跟李婉清去到后山找老婆婆，但是被人跟踪和偷袭。我跟这个人交过手，彼此都伤了对方。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师太，你右肩应该活动很困难吧？师太，得罪了。明空师太，能否请您检查一下慧媛师太的右肩？这好了，你们就不必难为明空了。没错，这几个人都是我杀的。不会的，师父，您……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赵双全他们？哼，我是谁，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死得异样，他们都该死。我心足矣，又有什么可说？你，可是他一向以慈悲为怀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？我想，慧媛师太是为了武德9年那场血案复仇吧？没错，20多年前6月初4，陛下和明空师太尚且年幼，我跟元芳、孟瑶还没出生，所以对这个日子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几位长辈应该对此事还历历在目吧？你说的可是玄武门之变？没错。其实让我把案子跟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王世伯。我？那天我问你关于赵将军的身世，你这样提醒了我。你说赵双全，他和欧阳昊天原本是尹太子李建成府中小小的府兵头子，在玄武门一役中，二人突然倒戈，背叛了李建成，拱手交出东宫，使得先帝兵不血刃，拿下了太子府。这又如何？陛下，我想请问，宫中的嫔妃为何会送到感业寺？这一般而言，按宫里的规矩，若是王室有人去世，那些没有子女的嫔妃便会送到寺院、道观或者尼姑安住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记得贞观元年是先帝太宗头1年登基，对吧？是。那玄武门一役之后，既不是高祖的嫔妃，也不是先帝太宗的嫔妃，那么贞观元年送来感业寺的是谁的妃子呢？难道是那个既有皇族身份又意外去世的人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当时的皇太子，在玄武门之变中被先帝亲手处决的李建成。赵双全和欧阳昊天当年本来是李建成的部下，但是由于玄武门一役之中临阵倒戈，成为了先帝的亲信，跟随了先帝。之后，先帝将二人护送李建成的遗孀来到了感业寺，这自然也是合情合理。我说的对吗，慧媛师太？不，应该说是当年的太子妃娘娘。王施主，你抬举我了。我何德何能成为王子的王妃呀？太子妃早在20多年前已被欧阳昊天那小子给残害了。那你到底是谁？你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了。你是李世民的儿子，你怎么会知道当年他在玄武门干下的好事？放肆！竟敢直呼先帝的名讳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不好，且慢。哼哼，先帝，李世民，他杀兄弑弟，逼夫屠侄，这等无情无义的人，居然也配叫做先帝？当年
要不是他用他那肮脏的双手亲自射杀了皇太子李建成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不是你晋王李治，而是安王李成道了。大胆妖婆，竟敢如此放肆！把他押下去，立即处死！且慢，陛下，让他说完。我生在并州的薛家，家里世代从容，为高祖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德5年，我跟姐姐同时被选入宫，蒙太子李建成的恩宠。姐姐被选为良缘，而我则成了东宫的女官。本以为呢，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，谁曾想，武德9年的6月初4，李世民他血洗东宫，小太子被欧阳昊天射杀，我也被他砍伤。幸亏尉迟敬德及时赶到，竭力劝阻，姐姐才留下一命，躲过一劫。数月后，我被没入东宫，成了李世民的宫女，而姐姐她和另外3个人，因为是太子的妻妾，就由赵双全和欧阳昊天一起押往感业寺出家为尼。就在我们分手的那一天，姐姐她悄悄地告诉我，她怀了太子的孩子。当时姐姐原本想誓死保住太子的唯一血脉，可是李世民他是一个何等的残忍之徒，说是把他们送往感业寺出家为尼，只不过是为他在宫外行凶杀人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。1年以后，大批宫女被遣出宫，我来到感业寺寻找姐姐，却被告知他们在来的当天就已经失踪了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们什么失踪的鬼话。我为了查明真相，我将我自己半老半瘸，并在这里出家为尼。我一直认为姐姐被秘密地囚禁在某处，每到深夜我就出来打探，直到有一天我在后山遇见了疯婆子。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来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好吃，比天王殿的馒头好吃。天王的眼睛在流血，嘿，好可怕！什么诅咒？是诅咒！天王说了，都得死，反抗天王的人都得死，都得死！你说什么天王？你在说什么？天王把他们都杀了，头砍了下来，死了，死了，杀了，杀了，全杀了，死了，都死了。后来我到处打探姐姐的尸体未果，那个时候恰逢周道和张锦鹏奉旨修缮感业寺，可是我却发现别的殿里的佛像都被重新塑造，独独这天王殿里的4大天王只是被重涂了金身。当时我就预感到这里面会有问题。之后你就在天王座下发现了姐姐的尸体。没错，尸体虽然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，但我还是从她手骨上的手镯，我认出了她。
当时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为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报仇。欧阳昊天和赵双全得死，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周道和张晋鹏也得死。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感业寺的，我就在这儿等，还真让我给等来了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没想到他们4个人居然会自相残杀。我遗憾的是，我没有亲手杀了欧阳昊天。哼，这看来呀，冥冥之中还是自有神助的，这就是报应不爽啊！错了，我没错，这就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，这是佛菩萨的旨意，他们都得死，他们该死啊！老婆婆该死吗？李婉清应该受伤吗？你为了报仇，伤害无辜，这也是菩萨的旨意吗？李婉清到现在还没醒。你给我住嘴！李世民的后代，你给我拿命来！媚娘，出家！媚娘，媚娘，媚娘，你没事吧，媚娘？明空，你这是为何？媚娘，来人，将他拿下！陛下，陛下，媚娘，不可以杀师太，他对我极好。好，朕答应你，你要坚持住。是的，冤冤相报，始了。妖妇，你还想干嘛？陛下，我已为他封住血脉，明空应无大碍。媚娘，师父，师太，师太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今日我刺杀李氏后人，也没有想着活着回去。当日我刺杀你，跟我讲，实属无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师太，你放心，我跟婉清不会怪你的。我死后，拜托你替我照顾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大人，王友仁调集接应圣驾的人马，即日就要出发，这皇上就要回长安了，得想办法呀，否则那武士可就真的回京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计可施啊！大人，您不能撒手不管呐！哎呦，不是不管，是没有办法呀。是啊，现在不再是武士回宫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而是要看厉贵妃和王佑仁的意图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将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，不能等到羽翼丰满了再想治理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眼下，我们总不能跑去感业寺拦住圣驾，说不让带武士回京吧？拦截圣驾，这是我们一品大员所为吗？拦驾，这也不失是个好办法。媚娘，媚娘，你可算是醒了。陛下，不要动，躺着不要动。
回禀陛下，明空师太已无大碍，之后每隔3个时辰换1次药，静养数日便可痊愈。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陛下，朕在这儿呢。媚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陛下对媚娘的恩情，媚娘无以为报。为了陛下，媚娘死也甘愿。傻瓜，朕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你今后若再做出这等傻事，朕绝不轻饶。哎，明空师太醒了吗？嗯。那婉清呢？嗯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婉清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嗯。你们2个串通的，怎么都说一样的话？嗯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我去看看婉清。哎，喂，你干嘛？放手！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觉得婉清姑娘是因为他自己受的伤。你呀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。也是，其实婉清姑娘也挺可怜的。你想一想啊，睡一觉起来，一切都变了，自己的恩师变成了杀人凶手，而且我们这帮人也要走了，不是吗？不用亲眼目睹生死离别，这样或许对他更好一些。他跟你的性格不一样，要是亲眼见到自己师父服毒自尽的话，他肯定承受不了。嗯，说的也是啊。喂，元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拐着弯骂人，你骂我无情无义是吧？我没骂你啊。没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虚伪啊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再这样，看见没？我把你装进去。婉清，都是我不好。若不是我拉你去后山，你就不会如此长睡不醒。快点醒来吧。慧元师太临终托付我照顾你，你若不醒，我怎能安心呢？你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你知道吗？你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也觉得他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啊！哎呀！少爷，我错了。告诉我，来干嘛？来干嘛？啊！哎呀，我来给你报个好消息的。什么好消息？一呢是飞鸽传书来报，接应的马匹很快就到山下了，咱们马上就能回京了。啊。二呢是皇上在娘娘的劝说下，娘娘？哎，就是明空师太，娘娘都要跟皇上回京了，咱总不能一直叫人家师太吧？嗯。总之呢，皇上准备将天王的尸体挖出来，重新安葬，以了却这段孽缘了。那就好。走了，少爷，出去走走。我都在这儿听一下午了。啊！不，少爷，我错了。死二豹！
陛下何以一人在此？朕近来事务繁忙，加上媚娘又受了伤。陛下无需多虑，明空师太已无大碍，只需安静调养即可。朕若想不多虑，身边要有像狄公子这样的人常伴左右才是。陛下过奖了。狄仁杰，你这么聪明，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？哼，做官有什么好呢？又烦又累，还提心吊胆的。哼，你小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别说是做官了，就是做皇帝也不是好差事。陛下何出此言呢？在外人看来，朕是一言九鼎，95之尊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处处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脸色，似乎他们才是大唐的皇帝，而朕，则是个木偶而已。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任听他们摆布。就连朕想要带心爱的女人回宫，都不知是否顺利。长孙无忌乃是陛下的亲舅舅啊，在权力和富贵面前，哪里有亲情可言？朕之所以能够当上这个皇帝，就是因为朕自幼性格仁厚软弱，不争是非长短。舅父他们就是看准了朕的这一点，才让朕当了这个傀儡皇帝。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势力和私欲罢了。陛下，你说的这些草民不敢妄言。陛下已经是95之尊，这天下就是你的。要怎么做这个皇帝，又做成什么样的皇帝，这都在陛下你自己。这些朕都知道，可是这满朝文武，大多数都是舅舅的人，虽然见了朕，都很恭敬，可是遇到事情都是看舅舅的脸色行事，似乎这大唐江山已经改姓长孙，而不是姓李。至于朕，除了点头和答应，似乎也没有任何话可说。朕本想借泰山封禅之势树威，可谁曾想，又是功亏一篑。天不佑我李氏子孙啊！陛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时间长着呢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就算是熬时间，都能把他们熬倒了。何况这是下策呢，陛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朕才隐忍至今。以后，狄仁杰，你就是朕的心腹，朕准你可以自由出入这感业寺，包括朕的身边。以后朕就叫你怀英，如何？怀英谢陛下信任，如有可能，他日定效犬马之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君无戏言，你也不可失言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。盈虚如彼，逝者如斯。父皇也好，西尹王也罢，这些前朝旧事，过去的就都过去吧。眼文、眼宽两位师太，劳二位给4位妃子做法事，超度亡魂，让逝者安息吧。善哉，善哉，陛下放心，睥睨自当好好准备。启禀陛下，长孙大人和楚大人到了，在外殿候着呢。他们怎么会来？那就劳烦二位了。好奇怪啊！什么？慧媛师太说，她姐姐出宫的时候，已经怀了李建成的孩子。那如果按照她的说法，
薛良媛在死的时候就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3个月的胎儿在母体中已经成型，可是这几具尸骨里面根本就没有孕妇啊！难道薛良媛骗了慧媛师太？其实她根本没有怀孕。不对，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哎，果然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跟你一样，来查一样东西。不过看样子，我已经不用动手了。那你想怎样？当然据实以报了。千万不要。怎么？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？请容我考虑一下。狄仁杰，办案子切忌感情用事。我现在就去禀告陛下。你不会跟我来真的吧？别去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放口。我可以答应你，现实就在今天晚上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晚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，休怪我无情。不知几位爱卿不辞辛劳来到感业寺有何要事？臣启陛下，臣在京城闻之，陛下欲将先帝之才人感业寺出家女尼明空武氏媚娘带进宫来，不知传闻是否真实啊？楚大人，你很是关心朕的家事啊。陛下乃九五之尊，陛下的一言一行都和国体息息相关呐。陛下的家事已不再是家事，是国事、天下事。明空师太，狄公子不必多礼。狄仁杰尊敬明空师太，理当如此。狄公子所言，媚娘十分感动。明空师太不再自称明空和贫尼，看来真的要随皇上回京了。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，哪怕是3天5天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看来明空师太对皇上真的是情深意切。可是啊，可是什么？可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大人已经到了感业寺。我想明空师太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。我预料的事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
明空师太的目的是回到皇上身边，还有和人的约定。和人的约定？在下当日明明听见你跟人有约定，言说有计划和目的。在下敢问，你们回京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？我武媚娘深爱着皇上，愿意为他生死相许。至于其他的，都不是我的本意。如果你真的深爱皇上，那么你就更加不应该对他隐瞒，也不可以成为他的危险。我很想知道，你这次回京对谁有利？狄仁杰果然聪明过人。我对什么人有利，就是和什么人有约，是吗？我只是不想你被人利用，也不想你成为别人控制的木偶。这样会祸及皇上和大唐江山，你知道吗？与其说我利用别人，不如说我利用他们帮我回宫，回到我心爱的男人身边。这有什么不对？这样就亵渎了皇上对你的深情厚谊。我坚信，两个人相爱，不应该有隐瞒和秘密的。家父和太祖皇帝是挚友，武氏家族的名声也曾显赫一时。可是，在我娘生下我不久后，家父便撒手人寰。因为我娘是继室，所以在我11、12岁时，便看尽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我发誓要通过我的努力，让我娘过上好日子，不再受人欺负。所以太宗选妃时，我毛遂自荐，说我是武士约的女儿。太宗怜惜，召我入宫，封为才人。我进宫后，太宗对我一直疼爱有加，可是一直把我当成孩子，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存在。后来先帝病危，皇上还是皇子之身，每日前去守护。和我因而相识，日久生情。先帝临终前嘱咐皇上，要好好照顾我，但那也只是口谕，没有半点人证。后来先帝驾崩，所有未生育的嫔妃都要送往感业寺出家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皇上为了这件事，屡次和长孙无忌翻脸，但都不能撼动他送我出宫的决心。我不忍心看到皇上四面楚歌，所以自动请命前往感业寺。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年。既然你已经略知一二，我也不妨全都告诉你吧。眼下，徐昭元的儿子马上要立为太子，贵妃的地位岌岌可危。我这一次回宫，就是为了压住他嚣张的气焰，让皇上不再专宠于他，保住贵妃的位子。王师伯，那元芳参与其中了？这件事只有王大人和贵妃知道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你是唯一一个局外人。你回京，真的只是帮助丽妃打击徐昭元？其实他们2个谁得胜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回到心爱的人身边。至于是不是被人利用，我也毫不在乎。但我想请求狄公子一件事。何事？
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婉清。我可以不告诉任何人，但是你说，你不会伤害皇上，也不会卷入丽妃和徐昭元的战争中，我如何信你？凭我愿意为皇上，自愿到这青灯古佛的庙宇静修，凭我敢为皇上挡剑。好，我信你。可是，长孙无忌他们已经到了感业寺，看来你要回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可以得到皇上的心，即使不能常伴左右，要我孤老在这感业寺，我也一生无憾。